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过年了，这道美食你一定要备起来哦。老祖宗留下来的配方既简单又实用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主要用到的食材就有苹果，苹果的种类不限，脆的、绵的都可以。准备好后，我们用适量的我家自来水将苹果的表皮洗一洗。苹果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，其中富含大量的营养成分以及膳食纤维。民间也有一日一苹果的说法，常吃苹果对身体有诸多好处。洗干净的苹果，我们把它放在菜板上，接着找出家里祖传3代的水果刀，将苹果的外皮削下来。很多朋友刚才可能看到我洗苹果的时候就会想，那样洗苹果，上面的脏东西洗得干净吗？当然洗不干净，所以说我们的苹果皮一定要削掉哦。因为苹果的外皮虽然说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营养也非常丰富，但是果皮上非常的脏，甚至还会有一些农药残留。所以说呢，苹果皮一定要削干净。削干净之后，不仅口感更好，而且吃起来也更放心。刀工好的朋友可以和我一样，用水果刀将它削下来。刀工不好的朋友，我们也可以用刮皮刀来刮皮。削皮的时候要注意表面的皮要完全削干净，像苹果果心里面的这一点，也要用刀尖将它挑干净。接着再用水果刀将苹果一分为2，再一分为4。切好之后，里面的果核我们要把它去除，因为果核不仅味道非常的酸涩，没有什么可食用价值，还含有少量氢氰酸，大量摄入会导致中毒，所以一定要去除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一日一苹果，什么来着记不清楚了。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所有的果核全部去除后，现在我们将苹果切成小片，这里可以切得稍微薄一点，但是也不能太薄，厚度大概在0.3到0.4公分的样子即可。全部切好后，现在我们将苹果倒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块野生老生姜，用少许的长江水将生姜洗一洗。洗生姜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的多搓一会儿，把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。洗好的生姜，我们也要用刀将它的外皮削掉，尤其是不太好的地方要削得狠一点。生姜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辅料，家里面炒菜、煲汤都会用到，具有去腥增香的用处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生姜不仅可以用来当做配料，它自身就是一种蔬菜。像嫩生姜芽在四川非常受欢迎，既可以用来做泡姜，还可以用来做生姜炒肉，都是超级美味的。一般做出来的泡生姜，不管是用来做菜，还是直接用来配粥，都非常的美味，超级开胃下饭。将外皮完全削干净后，现在将生姜也切成这种薄薄的片。生姜里面不仅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将辣素的含量也极高。俗话说得好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由此可见，生姜是一种极其营养丰富的食材。切好的生姜片，我们也把它收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只我爷爷传下的这种小碗，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红糖，红糖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喜欢吃甜一点的，我们可以多倒一点，不喜欢甜的就少放一点。接着再准备1瓶家里面的白醋，白醋的量准备250毫升即可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购买白醋的技巧，我们在购买白醋的时候，一定要认准上面的字样，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是否干净。如果杂七杂八的东西比较多的话，就不建议购买。接着就看一下这几个大字，分清楚是酿造型的还是酿制型的，千万不要买到配置
或者是酿制的那种，一般都是人工勾兑的。接着将250毫升的白醋倒进红糖里面，用家里面吃饭的勺子，以顺时针的方向将红糖搅拌至完全溶解。整个搅拌的过程大概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，把它调成一个均匀的白醋红糖汁。搅拌出来之后，有一点像一杯咖啡的样子。现在把我们的生姜和苹果倒进来，用勺子轻轻地搅动2下，让生姜片和苹果完全的被浸泡在红糖白醋汁里面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干燥的玻璃密封罐，把生姜、苹果全部装进来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用勺子再搅动2下，让苹果和生姜充分的被浸泡在汁水里面。接着把玻璃罐子的盖子盖紧，让它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。放到密封罐里面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区，保存24个小时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吃了。这个时候，里面的生姜和苹果已经吸满了我们的醋汁。它的吃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取出一个平时喝水用的杯子，往里面盛入适量的苹果和生姜片，再加2到3勺的醋汁进来。想要味道浓郁一点的，我们就可以多加一点里面的食材。接着我们将密封罐的盖子盖紧，继续密封，放到冰箱里面保存。这个时候用温水进行冲泡，搅拌均匀之后，里面的水我们就可以直接饮用了。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味道也比较淡，非常好喝。像里面的苹果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吃掉了。生姜你能吃的话就吃，不习惯吃生姜的生姜就可以不要了。像过年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用来当做茶饮，也非常不错哦。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收获满满了。虽然用到的食材和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但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。那么你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吗？知道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该说的不能说，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。做法就是如此简单，仅仅用了一个苹果、一个生姜就做了这么一大罐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